没问过你就一直碰你。说到这个，遇到一个网络上很红的人，他就有约我出来，就要碰面。小本本啊，我知道 ，Coco， 就因为这样我就超不爽，装熟我也不行。等一下，谁会这样？有。我会嘎嘎2次，很气哦，我知道。我刚刚有带怒气吗？等一下，你这个片出来，大家会以为我脾气很差，我脾气很好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企鹅。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事情，例如我们朋友之间要社交，然后可能会踩到一些地雷，然后就会愤而离席。就是像刚刚那样子。然后我最近才发现，好像有些人都说我脾气很差，你觉得有吗？我觉得企鹅不是脾气差，企鹅是眉角角比较多。所以今天就要聊这些我们心目中的地雷有哪些，尬聊这件事情。可是我觉得企鹅的尬聊有点广泛，每次企鹅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这样讲话，就一传给我就觉得好像还好啊。不是因为一开始聊天聊聊彼此 OK， 但是他就会问说，哎你家有几个哥哥？然后越问越远，说什么意思？你家有几个哥哥？对，然后有点太多了。你家狗叫什么名字？这种我就觉得很烦，但我有点服烦，但是他们真的会朝这个方向走，而且他还问你直接说，哎，你这样按摩师应该赚很多钱吧？我今天查一个大地雷，他继续问哦，哎，听说你做是不是都色情行业啊？就问这种，我就不觉得很气吗？我觉得还好。真的吗？我是一个不太会有情绪的人，就是我的工作是身体工作，所以人家会丢一个能量给我，他就会发现。哦，你说他就会一直说什么？哦，好累，我今天肩颈酸到爆了。垃圾桶。我觉得这可以，但是他是要你回答，我就会问你这些问题，大概多少？没有，色情行业没有。啊，那别的客人会勃起吗？不会，我就是这样回。可是这种人，他们问到第3次、第4次之后，他就会狂问下去。我就整个就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先玩手机一下。我就这样讲，跟不认识的人刚出来吃饭这样。你是想要逃开是不是？我就觉得你问的问题都很没内容，我就不想聊了。但如果是我在工作的话，那就没办法，我又不可能说，哎，你现在可以闭嘴让我好好按吗？我觉得你可以潜移默化，就类似你按，然后他真的一直讲，就说好来，等一下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些气节要推开，那你要记得赌气，请你冷静。可以，可是你的尬聊我不会觉得很烦，因为你真的有趣的，真的有些真的没道理，踩到我不会问那一种，就是听就知道没有人有兴趣的。我来试试看好了，我来尬2次。哎，你跳舞好像都跟很多艺人认识是不是啊？还好哎，看私底下艺人有没有想跟我们挂钢筋啊？你跟艺人有没有就是交往过啊？没有啊，还好吧。就算你是 YouTuber， 你会跟 YouTuber 交往吗？太人气了，我知道。我刚刚有带怒气吗？好气哦！而且我刚刚眼睛有看出来说想要辩解。我刚刚眼睛有，你是很生气？我没有生气，这种问题很烦，对不对？我不会。可是你不觉得这样问很烦吗？就是拨开你隐私。其实我还好哎，因为我一定有办法推你回去。我这个人很，而且还有更靠腰，想要从你身上认识人的尬聊。哎，你跟企鹅认识哎，那企鹅怎么样？如果大家要认识我，还是要认识谁？我就会直接跟他说，如果我想要知道他怎么样，你自己去跟他聊，我就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地雷是合理的吧？你们老实说，你们是真的有遇过这种人？一定有，我觉得对啊，但是你不会想要把你跟你朋友的事情跟他讲。对啊，就想说干嘛？到底要认识我，还是要认识他？我会讲一个最笼统，记得很熟哎。他平常在家是不是很脏乱？怎么说？不会啊，他家很漂亮，很白。你不是有看过我直播吗？就是怒气也怎么会？我没有，你是有看到我直播啊？然后还要下个版本，你不是在是我吗？你这个片出来，大家会以为我脾气很差，我脾气很好。本来这个影片的走向是说多拉真的没什么脾气，结果才刚开始2题，我脾气就这么大，然后你们在那渲染。可是真的，我听得出来你在生气。没问过我，然后就一直碰我东西。哦，我以为是没问过你就一直碰你。说到这个，遇到一个网络上很红的人，他就有约我出来，就要碰面。小本本啊，我知道 ，Coco。重点是因为我把他当叔叔，这个人超怪的，他一见面见到我，直接亲我这边哦，只有躲掉。对啊，他说你要给他。就这样，然后就直接上来，就因为这样我就超不爽，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只是加了我的连有聊天，这样我们还不算。天哪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有这个地雷。我也不知道哎，装熟我也不行，装熟就是尬聊的一种啊。可是尬聊是聊的话题很尴尬了，装熟是假装好像讲的跟你很熟。上礼拜我遇过你啊，对，那个健身的那个什么我都有在看。好，谢谢，而且我跟我朋友都聊过你哎，拉回来一下。所以你们如果有人去你家碰你的东西没有问过你，你们会不开心吗？会啊。我个人，你要碰我东西可以，你真的没有讲，我也不会到地雷到爆炸。但是你不要拿我的水杯，喝完我的水直接丢地上，然后水还洒出来。谁叫我有这种人吗？谁会这样？有。
对，吧我们已经忍久了，是吧？就真的很熟，就知道。没关系，袜子右边丢这样左边，左边丢衣服右边。这边他有一次到我家，他拿着一个袋子，然后他就在沙发玩手机，我就看到地上有一个袋子散落在一地，我说，哎，那是谁的东西？他说是我的。它的散落是指袋子放着，还是袋子放倒在地上，没到那么夸张，就很明显就很像就没有放好。垃圾滚出来这样子。你还记得我去你那边按摩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说，哎，请问东西可以放哪里？我就放这边，那种感觉，对对对合理的。可是他是直接放地上，而且是路中间。他真的是把你家当他家了啦，我觉得。我是觉得算了，后来就习惯了。然后第三个就是比我龟毛，很难呢。到底你怎么遇得到这个人呢？例如我跟你约吃饭，约说那我们约西门吃火锅，因为在我们的台北市中心，我们去哪都方便。然后他就说好啊，然后过了没多久，他就说我觉得我家好像比较方便，然后就是一直改来改去，我就觉得很烦。哦，这个不是龟毛吧？这个是属于优柔寡优柔寡断，拿不定主意，出尔反尔，属于这种也算。出尔反尔那龟毛还有哪一种龟毛？龟毛是指我相机架在这里，然后灯放在这里，然后他比你来龟毛是说，等一下你这个高度要调一下，然后你这个灯我觉得要再2个色阶，这种才这样拍照的时候拍照的拍。我觉得我们这一集不在拍底线，是在拍。某人某网红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发一张好像没什么，他那一张照可能是我们2个人合拍的，一个人10分钟，拍一个人就用20分钟。记得拍完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多拉拍一下。多拉拍一下，那多拉你帮我这个角度也再拍个几张。其实我们2个脾气是很好啊。我们脾气算很好吧？其实我有抓到一个点，就是脾气不好来自于可能不熟的人，但是我对我很熟的朋友脾气都蛮好，容忍度可是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，是吗？我觉得是耶。按摩的时候一直动，我真的是很生气。如果对其他人我就完全没有耐心，我就会说来不要动，放松，来不要动，然后对他就还好。其实真的伟石真的对我蛮好的。你知道我们昨天就是吃饭嘛，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最讨厌的地雷是什么？他就说应该是碎碎念吧。我就想说这不就是我吗？我说我超爱碎碎念的。你的碎碎念是哪一种？带有情绪的碎碎念。我跟你讲啊，那个都是这样子啦，理所当然吼。所以上司这样子哦，你是说那种说你叫我讲的就对，就做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种真会生气，就是那一种自己好像什么都会。我就跟你说啦，你为什么不这样做？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，我绝对没有污染你，很直接骂他，我就会这样子。我跟他说你这么厉害，不会自己来。当我遇到这种歇斯底里的人，我就会直接做出一个反应。第一个就是，然后第二个就开始摔东西。你今天真的像流氓哦。所以第一个是碎碎念，那第二个嘞啊。出来的时候技巧太烂，这可以另外拍一集，就是雷炮。我的地雷就是真的是坏到不行的，就是被误会。我也不喜欢玩狼人杀。被误会是指那一种我真的没有做过这件事，而且一直讲你就是。然后这件事情是会影响到我的声誉，影响到大家会觉得我就是一个烂人的那一种的误会，我会爆掉的。我就会真的是跟他直接说，你现在来，我跟你讲清楚，你说的那件事情我完全没有做，你要不要去问我200个朋友，他们都会知道我不是这种人。就是这一种，因为有些人真的很无聊，根本就不认识他，就是那样，他到处骗钱了。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已经被人家讲到烂，我现在其实也不在听那些，人家讲说，他怎么样，我就你现在已经是一颗长满青苔的石头了，水再怎么冲你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对，就是你已经最美了。还有一个金牛跟处女很容易有的地雷，你的行程被打乱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地雷，而且有时候不是因为别人，我还是因为自己。我有一次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们一定会觉得我很神经病，就是我那个时候交一个文件，然后那个文件类似好财政部的文件，那我要拿过去交，结果我全部都规划好，我交完文件要去干嘛，结果那个文件一过去，他说星期一公休，我就会觉得只有想好我今天一整天的行程了，然后重点是如果已经气到，然后去了下一个行程说不好意思，我们好像没有预约到你的，我真会生气耶。如果我一整天第一个缴件没缴到，然后第二个我预约什么做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登记成下礼拜，我就会爆炸，我一整天就会回家，然后气到说，我今天到底在干嘛？我今天一整天的行程，而且事情都没做到，然后还要改天再弄，对，是不是很天哪，好气哦！我跟你讲，我不是，你不是这种人，你会遇到这种事吗？因为我做事情非常的随性，好比说他的朋友说可能今天不来，我就好，没有，我的随性就是来自于说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生气，所以我很随性。如果是我的地雷是这样，上一个人 delay 到我下一个行程，我就会爆炸。就可能说4点要来，结果变5点半来，但是我5点半要接下一个，那你就直接取消啦。我就会说，那你不要来。然后他下一次找我，我就说太满满了，对再说，能够要排1个月。所以如果你以后要找谢伟时，每次你预约的时候，他都说我看一下可能要下礼拜，代表你曾经惹过他。然后我都会温柔的拒绝你，对不起，太忙了，你也知道我不想接你。
然后有些人生气的点可能是迟到，我也会蛮不爽。可是你们的迟到极限是多久？我是30分钟。我也是大概30。我有时候可以到1小时。如果我在家，我就想说你迟到多久都没关系。对啊，除非我等下6点有事，那我可以约4点，然后结果你5点半才来，我就可以先不用来，没关系，下次再约。应该是看事情哦，看事情，事情牵扯到工作，那就真的很严重。可是我觉得地雷这件事情应该是属于严重，真的会严重吗？因为地雷跟生气不一样，会让你爆炸。生气是很多事情你都会生气。那其实我刚刚讲很多事情，我都是要累积很久才会爆炸。你讲了100次说你内裤就是要放在那个篮子里，他就是不放，然后100次之后你就会爆说100次你对吗？如果真的要讲地雷的话，听不懂人话，我真的会气死。不要一直重复讲同一件事情，然后我已经要去做，这是每个人的老妈都会做的事情。婆婆妈妈又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妈讲到第3句，我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念了。我跟你们讲哦，就是讲多啦，赶快去把衣服折一折。我说我要折了，因为我想要先把我的影片弄完。他就会说去折，你就说等一下，我要按完了，我送出就好，快点啦！不是说要折，好，我折给你看。可是上次这边吃晚餐，我们已经吃完了，然后他还不吃完，我说快吃完晚餐，我们要收了，然后等一下再吃。我已经念他3次，他后面真的不爽。是不是这个很容易不爽？真的真的不爽，我已经要收了，我要因为你还要都不收那到底是谁的问题？你自己说，是我该生气吧？你要跟他好好讲，你就是直接说。你现在不吃完，我要收掉了，不然你等一下自己收。3、2、1，你就这样子。他就真的不爽啊！他说你不要管我了，他不说你不要管我吗？然后过了30分钟后，他说我晚餐吃不完了。那很好啊，他后来自己丢啊。没有啊，就大家在一起丢。希望那边这帮喜欢。然后以上哪些地雷，在底下留言。下一集你觉得你常常惹到人家的地雷是什么？那刚刚聊完之后，我是好像没什么地雷啊。你没有什么地雷，你只是眉眉角角多，你只是很你没有地雷，而且眉眉角角多之外的，我也都是闷在心里，我也不太对。你是属于跟我一样，气了不会特别讲，就想会跟好朋友分享而已。好，那如果你有哪些地雷，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。然后喜欢影片就把它喜欢，好不好？是可以看看。然后这边左上角呢有晨晨跟多拉的 IG。拜拜。天哪，脾气这么好吗？可是 James 是我脾气很差。我觉得你的脾气真的很好哎。真的吗？可能我没跟你去。没，因为我也过吧。我真的很讨厌吵架。我突然觉得我生气完之后，觉得这个气蛮好笑，就是当做是笑话来看。那你真的是很乐观的一个人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不是脾气不好，你是难相处的。我刚刚开头就说你是不好相处。我一直都觉得我不好相处。对啊，你是不好相处。好了，拜拜。